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台积电的这个话题。3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和台湾的半导体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会面，并且呢，在白宫共同宣布，将在美国新增投资1000亿美元，以增强美国高阶半导体的生产能力。这个消息一传出呢，立即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以及台湾呢，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台湾本土对于台积电的这一举动有什么看法呢？为什么台积电对全球发展都至关重要，以及它如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企业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台湾两党和民间有哪些不同的声音。台湾主要有国民党和民进党这两大党派。当前执政党是民进党，总统呢是赖清德。针对台积电投资美国的问题呢，正面评价认为，台积电和川普谈判成功，双方是各取所需。美国可以让半导体芯片制造产业回流，增强自身的芯片制造能力，摆脱对中共的依赖。而台积电呢，则可以避免关税等贸易的问题。批评者则认为，半导体产业是战略物资。这次的交易呢，只是台湾企业单纯的投资美国。台湾半导体芯片生产技术面临被美国掏空的风险。国民党在3月7号更是直接怀疑赖清德总统将台积电卖给美国当缴保护费，这是重大的国安危机。网络上呢，也出现大量的以美论和依赖论。还有前总统马英九在个人脸书发文说，美国要求台积电公司赴美投资1000亿美元，包括先进封装设施与研发中心，让国人担心护国神山要被搬走了。这是重大的国家安全危机，对国人的信心、两岸关系以及未来台湾在地缘政治的位置都有重大的负面影响。马英九还说了，美国总统川普是商人出身，一切利益至上，卖了一个台积电就够了吗？之后还要再卖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卖的？他呼吁赖清德总统守护台积电，停止社会内耗，分裂台湾。那么针对这些说法呢，民进党发言人韩莹立刻反驳说，国民党和中共的国台办异口同声地发出以美论，唱衰台积电，在立法院呢，就理论上配合全世界唯一打压台湾国际地位的中共，这些人呢，才是真正的在出卖国家安全。那其实呢，在台积电投资美国之前呢，赖清德总统早已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魏哲嘉等人会面，并且商讨好应对的措施，也就是台湾需要早一步布局全球，要在其他国家设厂，提升影响力，确保台湾不可或缺的地位。3月6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赖清德说呢，投资计划是台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也在记者会上强调，因为全球市场供不应求，台积电在台湾继续增加厂房的同时呢，也需要在美国投资。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分析说，有人认为台积电在美国设厂是掏空台湾，这个问题呢根本就不存在。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台积电要走向全世界，台积电呢，不只是台湾的，也是全世界的，这个是一个好事情。我们把美国的人才、日本的人才、德国的人才都能够吸收到台积电里面来，那有什么不对呢？台积电如果因此增加它的竞争力，对于它的对手们来说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与台积电之间的差距会被逐渐的加大，竞争对手市场份额会缩小，订单会流向台积电，更多企业会跑来台积电下单。魏哲嘉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为什么要在美国设厂？因为产能不够，台湾这边已经尽量在做了，台湾这边呢没有停工过，工厂一直在扩建，但产能还是不够。现在在美国设的厂，明年或者后年才能够完工的厂，所有的产能都已经被订走了，厂房还没有盖好，产能已经全被订光了。所以说呢，掏空台湾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台积电毛利率会下降。那么如果台积电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到时候客户都愿意付比较高的价格来购买产品，要从台积电的竞争地位是变强还是变弱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台积电为什么这么重要？
全球都要争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一、台积电对全球的战略价值。台积电是全球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掌握着5奈米以及3奈米的制作程序，像苹果、NVIDIA、AMD、高通等国际大厂都高度依赖台积电的芯片。全球超过 70% 的先进芯片都在台湾生产，特别是在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和军事科技等领域。第二呢，全球的市场需求急速加大。目前，随着 AI、物联网、人工智慧、5G 等新兴技术的普及，对高性能、高效能芯片的需求急速增长。台积电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使得它成为众多企业首选的合作伙伴。三、台积电对中共的价值。由于美国对中共的大举科技制裁，中国难以取得先进制成的芯片和相关的制造设备，影响了中共的科技和军事发展。例如 AI、超级计算机、精确导弹等。如果中共攻打台湾，夺取台积电，那么他们在半导体领域将获得巨大的优势，相当于掌握了全球高科技的公司的命脉，增强侵略战争的合理性。四、台积电所处的地缘政治的考量。台积电总部位于台湾，虽然是一个技术领先的国际公司，但其所在的地缘政治稳定性对于其全球的供应链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共夺取或摧毁了台积电，全球科技产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呢还可能引发经济与科技供应链的大规模的危机。台积电是西顿的一部分，美日欧等国深知台积电的重要性。如果台湾遭到攻击，将促使国际社会强力介入，提升中共攻台的风险与代价。那么总结来说呢，争夺台积电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先进的技术、稳定的供应和市场的需求，这使得它呢成为全球产业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分析到，台积电在美国本土设厂，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还表示，如果一旦真的有战争爆发，美国也愿意来协防台湾，可是美国不能够只靠台积电的库存，美军库存打完了之后，不能再继续从台积电拿到芯片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源源不断地生产各种武器系统来支援前线的消耗。那么如果在美国本土能够生产这些军事用途的芯片，那对美国维持军事实力的优势那就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各种无人机、飞弹、战斗机等等，很多地方呢都要用到芯片。美国本土能够生产这个芯片来支援战争的需要，这对美国来讲有多么重要呀？你不能说等战争爆发了才从台积电调货，那个时候台积电怎么出货？如果台湾被封锁怎么办？对不对？美国绝对不想陷入今天的俄罗斯的状况。所以呢，美国其实是在为战争在做准备，因为芯片是战略物资，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等于满足美国的这个胃口，就是为战争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最后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台积电是如何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企业之一的。第一呢，就是它的创新的商业模式，纯晶圆代工。台积电是张忠谋在1987年创立的，他让台积电成为专注于无晶圆厂公司，向 NVIDIA、AMD、Apple、高通等提供代工服务。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美国公司设计各种芯片，然后交给台积电生产。这种商业的模式让台积电能够独立发展制造技术，而不必担心内部产品与客户竞争，成为全球无数科技企业的关键的伙伴。第二就是技术领先，持续投资研发。台积电能够成为全球第一的关键呢，就在于技术的持续的领先。他们从生产130奈米、90奈米、65奈米，一路发展至7奈米、5奈米、3奈米，甚至呢还正在开发2奈米技术。另外，台积电每年将15%以上的营收投入研发。例如2023年，他们的研发费用就超过了70亿美元，远超竞争对手。再有就是呢，台积电是第一家成功大规模导入 EUV 的光刻技术的公司，确保其5奈米以及以下制程的竞争优势，这让台积电呢成为业界最可靠的晶圆制造商。第三就是
稳健的管理与高效制造。台积电以非常高的良品率而闻名，产品呢更具成本效益。他们的供应链管理极为严谨，能够确保材料的供应、设备运作不受外部环境影响，为客户提供稳定的供货。除了它过硬的技术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诚信。这么多年来，台积电真正做到了为客户保守秘密，或者说呢，真正取得了所有芯片设计公司的信任。第四就是全球产业环境与时机。台积电的崛起，除了自身的优势，也受到全球半导体产业变化的影响。2000年代以后 ，PC 需求大增，带动高性能晶片的需求。2010年后，智慧型手机，特别是 iPhone 的兴起，让台积电成为苹果的核心供应商。另外，还有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使得台积电成为全球唯一拥有最先进制程的独立晶圆代工厂，进一步强化了它的市场地位。5. 抓住未来 AI、HPC 等新领域的发展机会。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对芯片的需求也是随之暴增。例如 NVIDIA、AMD 等公司都在争夺台积电的高端的制程产能，以生产最先进的 AI 处理器。随着云端运算、各类数据中心的发展，台积电的高效能晶片需求还会持续成长。另外呢，在先进封装技术方面，台积电也在不断的创新，提供更高效能的半导体解决方案。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